佩洛西意欲窜台，究竟为什么？他究竟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政治利益？还是说他只是闲的没事儿，就是要利用美国国会休会这段时间来展现他对中国人民满满的恶意呢？他想争党内领袖的位置，就是比如说众议院议长没有了，但我还是党内领袖，我还是很有影响啊，所以他一个是跟共和党要争位置，一个是党内要争位置，所以呢，我就觉得去台湾冒险啊。那么另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动机，就是美国啊有一派啊战略界人士，他们正在冒险，他又跟俄乌战争有关。俄乌战争呢，坦率讲，俄罗斯确实打得不好，打得不好的结果呢，就是美国有一部分战略家开始蔑视俄罗斯，进而蔑视中国。那我冒险没有关系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个人的小算盘，加上有一些对他有影响的战略冒险派的思路啊，就导致他做了这么一个非常危险的决定。佩洛西如果窜台，中方必然做出反应。有专家指出，这种反应将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呢，包括但不限于解放军做出的反应。金先生怎么看？除了军事上的行动，中方还有可能做出哪些反应？我看到的情况呢，就是这一次中方的反应呢是特别严厉的，是吧？这里面包括外交部的反应，包括国防部的反应，包括国台办的反应，非常严厉，比以前要严厉啊。这个严厉，因为这是高级官员的讲话，他不是讲空话嘛。一般来讲，他这个逻辑是这样，他这种表态后面是有准备的，那么这个准备后面是有一定力量的啊。他具体怎么使用这个力量，那当然是一线的这个官员他们，而且是多个部门碰出来。坦白讲啊，这个反正从我们中国学者的角度来讲啊，解铃还须系铃人啊，美方呢应该有所妥协，特别是佩洛西女士要改变她的那个态度和政策啊。这个当然她是不是会这么改变我们不知道了，因为她政治家，她是那个这个人利益算得很细嘛，最后她怎么选择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啊。这个当然如果我们能够成功的使得她那个放弃了这个冒险的想法，不负责任想法，那么当然是一个好事了，对以后中美关系是个好事了，是吧？某种意义上讲就立了一个规矩嘛。所以如果我们的政策有效的话啊，应该是对未来中美关系在台湾问题上建立了护栏，反倒对以后的这个中美互动是有帮助的。今年下半年，中美两国各自都有极为重要的政治议程，每逢大事，中国人是希望安静从容的，但美国的政治逻辑和我们不一样，国内重大选举容易产生外溢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下半年中美关系还会有起伏或者波折吗？金先生。从现在到那个年底的这几个月呢，我觉得这个选举影响很有限啊，更大的影响可能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两个问题，一个是俄乌冲突，那对两国关系有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应该是这个经济，就是通胀啊、供应链啊这种问题，所以未来几个月应该是一个战争，一个经济影响大。